青帝，你与这潘越那么近，看来这难过美人关之人，非我一个。哟，那潘越虽然姿色诱人，我却不是吃里扒外之人。今日所做种种，都是为了咱们4家着想，误会一场，卓少主不要往心里去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信了。不会是欺我年少，编话诓我吧？不敢。行了，我回去睡觉了，各位自便吧。哎，怎么这就走了呢？切！杀手在临死前还要试探我究竟知道多少，应当是4大宗族其中一家的亲信无疑。公子，蔡生没有嫌疑吗？蔡生若是为了阻止我查案，根本没有必要闹出那么大的声势，更不会守约任务离开。看那杀手的反应，也应当不是银雨楼，但尚不能完全排除。青帝亦敌亦友，动机叵测，只有接善堂没有打过交道了。阿泽，你派人去盯一下，看看接善堂最近有什么动静。是。等等，上官芷怎么样？他昨日一个人出去喝酒了，一路上都很安全，没什么异常。去吧。是。这令牌上的6到底是何意？水波纹组织在河阳经营已有10年，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不妨去当房看看。大人，你还真是执着。彼此彼此。大人，您先请。的中秋月饼是嫦娥仙子亲手做的，吃了就能飞到天上去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万一你飞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傻子，我肯定也会带着你一起呀。怎么没感觉呀？皇上驾到！快跑！阿九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嘘，
玉儿，玉饼是我偷吃的，皇上要砍你就砍我的头。不是潘越，一人做一人当，玉饼是我吃的，皇上要砍就砍我的头。侄子年幼无知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青梅竹马，天地良缘，何罪之有啊？朕便赐婚你二人，结潘阳之好，定三生之盟。谢皇上。没想到，河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，这些卷宗的背后，不知有多少含冤受屈的百姓。正义不伸，公道难明，百姓如生在长夜，似釜底有余。待查清水波纹一事，待抓获幕后真凶，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，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。杨采薇，杨采薇，杨采薇！少主，少主，打听到了，杨姑娘她死了。杨采薇为何会变成上官芷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阿福，少主，有何吩咐？去帮我准备一些东西，金100两，银500两，锦缎100表里，绢40匹。对了，多准备几盒丽香膏。少主，你准备这些做什么？我要确保一人永远无法再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若是累了，不必勉强。谁累了？怎么会？我精神好着呢。大人若困了，可以先回去休息。谢谢大人。早些看完，早些休息。嗯。你看这儿，灯会暗。大人，问你一事：河阳有一只经未破的悬案，
灯会杀人案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，当时此案闹得沸沸扬扬，正是属下经手调查。我看卷宗上记载，在凶案现场有发现一块令牌，那令牌如今何在？那块令牌被人偷了。偷了？啊！当时属下只是负责此案的小捕快，捕快头叫孙芳，因为看守政务不力被革职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孙芳，他如今何在？他离开县衙以后就没有联系了。把他找来，有话要问他。是。等等，此事低调，切莫声张。明白。还有半月，便是夏至。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灯会，万人空巷，蔚为壮观。不过，因为5年前的一桩悬案，这个灯会因此取消，殊为遗憾。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1年，我打算彻查此案，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。大人，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，乃是恶交杀人，这旧案再提，恐有不妥吧？哦，旧案不能重提，这是哪儿的规矩啊？这没有这个规矩，只是什么？刘捕快，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？哎呀，不敢！大人要查此案，小的一定肝脑涂地。上官芷，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。河阳傍水而建，传说水里潜有恶蛟，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，恶蛟状如蛇，手如虎，长至数丈。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，会将人拖至水边，吮其鲜血，血尽方止。故而每年夏至，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，祈祷恶蛟飞升化龙，不再危害河阳。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。然而，5年前，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，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，经仵作验尸判断，是枪血窒息而死，伤口在天突穴，深2至3寸，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伤口切面平整，且呈蓝紫色，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痕。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，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。官府查了一番，没有结果。孰料第2年灯会，又死了一个人，死状与1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。此后流言四起，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，他勾魂吸魄，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，然后噬人鲜血，致人死亡。此事影响越来越大。第3年灯会，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，试图抓捕凶手。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3个人。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，但距离热闹处不足10丈。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，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。回家吧，快走了，别跑，别跑了。从那之后，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。去年开始灯会停办，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。大人，这个事儿我能证明，当年在案发的时候，既没有明确的动机，也没有确凿的线索，整个案件特别诡异。这确实不像。行了，我不相信所谓恶蛟杀人这种无稽之谈，如果有，那更好，扒了他的皮，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、证人，还有报关者，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，然后回来汇报。是。
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一个死者乔叔的2个女儿，上面说他们在银宇街卖冰饮。哎呀，你说这没法整。上官小姐，要去哪儿？我载你一程。阿江，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。我也没想到，还能听到“阿江”这2个字。今日你没有生气吧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宇楼少主罩着嘛，让他们别欺负我，对吧？你懂就好。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可愿意？啊？开个玩笑的。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。对了，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，她为了嫁给潘越，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，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。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，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。倒是你，怎么我3年前认识的小混混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银宇楼少主了？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宇楼的少主做朋友呢？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，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？为了他。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，还是卓少主啊？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还是阿江好一点吧。阿江挺好。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？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？快说。3年前，我爹被金水帮暗算，我从京城回到河阳，接掌银宇楼。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。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，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。丧父之痛，无人可受，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。直到那次受伤，我遇见了你。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但是你，只有你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，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，一直用石头砸我。本来呢，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，日子嘛，总是喜乐少，辛苦多。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？可是有时候吧，还是堵得慌。都一样。我曾经以为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应该锄强扶弱，纵横江湖。可是睁眼一看，
除了阴谋算计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。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玩啊！你说，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，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身边的人，除了怕我，就是算计我，还要杀我？去他的李老板、王掌柜，去他的银雨楼、金水帮！把我的爹娘还给我！把我的人生还给我！遇见你以后，我才重新开始笑。杨采薇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？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，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？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？不是啊，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，只是因为那件事件它牵连重大，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。要不是找不到师傅，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。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，为你再死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，盼我点好行吧？也盼你自己点好啊。知道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大人，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，就是此店的少东家。案发以后，我多次访查，绝无遗漏。是潘大人啊！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潘大人吗？还真是潘大人，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？听说啊，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，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，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！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，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，我们店就出名了。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。放心，来了我的地盘，找个人还不容易。银雨街堂主赵乾，携手下弟兄，恭迎少主大驾，恭迎少主夫人大驾。不是我，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，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？啊，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？别急，我来处理。赵堂主是吗？哎，是，少主有何吩咐？我问你2个问题。哎，少主问便是。第一，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，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爱戴在心，敬而远之。这第二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，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，请问我去哪里找？少主放心，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带您过去。回少主，银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，我亲自派人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赵堂主，属下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赵香主了。少主，属下不知做错何事，请少主明示。还不赶紧松绑！是。
赶紧放人！事已至此，解释清楚吧。那个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什么恶意，我们就是想找个人。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？我就是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，我就留下谁。大人，请问，你们以前的少东家叫田华，对吧？他有什么仇家？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？田少爷人可好了，哪来的什么仇家呀？对啊，他和气生财，从不跟别人结怨。可惜这么好一个人，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。唉，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？就你了。哦，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。点什么头啊？还有你。什么？躺下。这位是卓少主，这位是上官小姐，他们问你问题，好好回答。姐姐，她要吃了我。你别怕，他逗你玩呢啊！这是蜜饯，送给你吃。那个三姑娘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，你父亲强叔之死，没有恶意，你莫要见怪。原来银雨楼大张旗鼓地关我们半日，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。有什么尽快问，再迟，我的冰饮要化成水了。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？5年前的灯会，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说，有没有可能的仇家？我们冬日取冰、存冰，夏日出来卖冰饮，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强叔呢？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，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可没成想，还是出了事儿，只留下一辆冰车和我们姐妹俩。想问一下，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没有尸体。为什么？我爹下葬后没几天，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，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。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，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。我们越来越害怕了，恶蛟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。于是，县令便派人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，扔进河中，献祭恶蛟。大人，力度可好？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小翠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？
没有啊，大人何出此言？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？他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。我说的对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。大人，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，当初是他收容我，让我有了安身之所。故而一想起他，便悲从中来。可他平日为人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，脾气很急，对人动辄打骂，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。可他是少东家，大家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他一死，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，又怕调查牵连太广，引火烧身，所以才串通了撒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？去案发现场。啊？哦，好嘞。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？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事八成是有人捣鬼。我们这样查下去，收效甚微，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知情。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，反而打草惊蛇。10多年？嗯，我爹娘的死，可能跟他们也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走吧，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，今日我请你。我还要回去复命呢。误不了事的，走了。姐姐。谁？小生，放开我！上官小姐，救我！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，还忘恩负义，说杨采薇认识我，属于交友不慎。上官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处置他？你，他吓唬你呢。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。哎，小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这个小混混去鬼市逼问我跟你的关系，我担心你有麻烦，一直想要告诉你，但是没有机会啊。没想到他是银玉楼的少主，我怕你出事儿，所以跟过来看看。辛苦啦。哎，阿江刚刚说请客喝酒来着，你一起来吗？瞪什么瞪啊？我姐姐让我去的。走啊，姐姐。走。大人，这里就是第1起命案发生的地点，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，还有这儿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，死者为什么会自行到这种地方？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，若不是恶蛟闹妖，实在无法解释啊！快看，河里啊！你去救人，我去追那怪物。好。